嗨，欢迎来到 DIY 改造家，我是木头人。这个频道会拍摄关于居家 DIY 修缮、装潢相关的影片。如果你也想动手改造家居，让生活更惬意，赶紧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跟着我一起实现 DIY 改造吧。今天我有个改装的大计划要进行，我要重新装潢我家的厨房。这是一间28年的老屋子，我6年前搬进来的时候苦于没有装潢预算，所以我几乎都没有做任何的装潢。那几乎都是摆上家具而已，连这个厨房的厨具都是前屋主留下的。这个上橱柜是我几年前做的，那现在还蛮新的。那在这次的装潢里面不会动到它，会继续沿用。那这一咖下橱柜就是前屋主留下的，像这种橱柜都是掀门的嘛，它其实非常浪费里面的空间。那有上半部几乎用不到。那这次我要全部改装成抽屉的。那除了这个水槽下方是掀门，其他我都要改成抽屉，这样可以增加很多收纳的空间。那我最诟病的地方是底下这种以前都是封底板的嘛，那这种方式其实很容易藏污纳垢，然后我又非常讨厌小墙，那很多小墙都会躲在这里面，所以这部分我要做架高的方式，会使用柜角的方式把它架高，地面的瓷砖还有地板的瓷砖我都要重新涂。我找到了一款瓷砖漆，那它有非常多种颜色，在前面的部分我会选用米白。那这个厨房的装潢会使用木质的材料居多，木质的装潢颜色会比较重一点所以漆的部分我就选比较浅一点颜色。厨房后面的这个铝窗跟铝门，现在是一个很可怕的颜色，那这势必我一定要把它改掉。这个部分我会使用鼠尾草绿，把这个框都全部上色。我想要让这个空间的最后方有一个比较跳的颜色出来。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家的后面是一座山嘛，那其实我家前方也是一座山。所以我这里其实蛮潮湿的，湿度都是在70-80左右。那我家的水泥墙面其实很多都剥落了，我6年前住进来的时候有粉刷过一遍，可是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剥落的情况，尤其是我家的天花板。那天花板的部分我就会使用木头去做封板，这样我之后就不用再担心油漆剥落的问题。那现在首先我就要先把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撤掉，那我要先开始做上漆的动作。洗水槽下面这2个水阀先把它关掉，顺时钟转，把它转到最紧，那水就不会再出来了。那这2个水管就可以把它拆掉了。这个下橱柜要拆掉的话，有2个比较注意的，就是下水槽有2个水阀，热水阀跟冷水阀要关掉。那瓦斯的部分一样要把开关给关掉。瓦斯炉这个天然气的管线通常会接到后阳台去，那这里看到这有个管路嘛，那外面会有一个阀，后阳台有一个阀，我们要先去那里把那个瓦斯给关掉。这个就是天然气开关的阀那要往下压，再转就把它关掉了。气阀关掉之后，我们要把这个管道残留的气体把它用掉。所以瓦斯炉我们把它打开，确定这个瓦斯已经没办法点火了，那就代表已经没有瓦斯气体，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瓦斯炉给拆掉。厂商有建议说，这个表面最好是拿砂纸，400号砂纸稍微跑过，这样漆起来的效果，它粘着性会更高。折腾了一整天，总算把厨房全部都清干净了。那刚刚我也全部清扫了一遍，在进瓷砖漆之前，墙面地板全部都要清干净，不可以有脏污。最后还必须喷酒精，确认表面已经没有油脂。那你也必须确保说这个表面不可以有任何的水分，这都会影响到涂砖的效果。
那在涂装之前，我要先做个保护，有一些不想涂到漆的地方，要先用纸胶带来处理，把要遮蔽的地方都用纸胶带贴好。这个动作建议大家不要去省略，这样在涂漆的时候沾到就要清除，就会多花很多时间。那这里有一点要提醒大家，如果你要贴纸胶带的地方是水泥墙，那个水泥墙的粘着性并不是很好的话，有时候纸胶带贴上去撕下来会连本来的水泥漆一起剥落。所以你要判断一下你的水泥漆能不能用这种贴布去贴。虽然它的粘性不高，可是还是有机会剥落。这要看你家墙面的状况来决定的。这种插座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盖子拆掉就好了。那这里面涂到其实也不会怎样了，到时候盖子合上去就看不到了。那你如果介意，就把它遮蔽一下。你也可以直接把螺丝给拆掉。这样稍微拉出来。这样涂的时候就可以连里面一起涂。涂装完再把它锁回去就好了。只要注意不要碰到电线。我这次厨房用的这个瓷砖漆是乐客出的，那它有分底漆、色漆还有面漆。底漆跟色漆比较单纯的，就打开搅拌均匀就可以用了。那面漆的话，它是两异型的，这里还有一个硬化剂，硬化剂跟面漆混合均匀之后再去做涂装。乐客出的漆有蛮多种颜色的，那我这次选用的是米白。墙面的漆跟地板的漆是不一样的，地板漆的漆膜它的硬度更高。像这一边这3个就是地板漆用，那这边是瓷砖漆。那现在我要先来做底漆。你如果懒得洗这个油漆头，那你可以用塑胶袋把它套住。这样我们使用完就只要把这个袋子丢掉就好了。那现在我就先来上墙面的底漆。刷涂的步骤会先从角落开始刷，一开始先使用油漆刷，针对角落的部分去做涂抹。那角落都涂完之后，我们再使用这种滚轮做大面积的涂刷。使用前记得把这个漆给搅拌均匀。这里面还有一些残留的漆啦，我就用这边去涂边角的部分，应该就够了。边边角角我刚刚都涂好，那现在就可以用滚轮来做大范围的涂抹。那因为这个底漆是透明的，所以你涂的时候你很难分辨说你哪些地方有涂到，哪些没涂到，所以你就要把你要涂的墙面分成几个区块，一次涂一个区块，这样会比较好辨认说你有没有涂到。像这种小方格跟这个滚轮的宽度其实差不多，那我可能就可以一次涂一排。我刚刚在花1个小时在刷这个墙面的底漆，那现在要刷地板的底漆了。地板的底漆跟墙面的底漆是不一样的，地板涂起来就比较简单了，我们就是从最里面一路涂到外面就好了。那涂过的地方就不要再踩到就好。那这个面积我觉得大概半桶应该就够了，我先不要全倒。边角的部分一样，先用油漆刷先刷过，因为使用滚轮那种角落有时候刷不太到。
地板的底漆就比较快了，大概只花了我15分钟就涂好了。好，那官方是建议要至少放4个小时，等它干燥了。好，那我可能会放到隔天，好，隔天我再来继续施工。好，那我现在来涂色漆的部分，我会先从墙面开始涂。那墙面我要涂的是米白。那它这个设计可以直接涂，不需要加水。那如果你觉得太稠的话，最多可以加10%的水。哦，那不可以加的太多。哦，那我就直接涂了，我就不加水。哦，那我现在刻意换的比较烂的衣服，我怕等下把身体漆得到都是。那一样，我用这里面剩下的漆，先来涂边角的部分。那这个色漆的部分大概要涂2至3次。哦，那要看你涂的均匀度。那涂3遍的话，那个颜色会比较饱和。现在已经涂完1道，给大家看一下效果。那原本瓷砖里面那个黑色的缝，它填盖住之后，效果真的很不错。第1道设计花了比较多的时间，因为这个瓷砖的接缝啊比较凹陷，所以要花很多时间把它挤下去，然后那就会出比较多的。这个厨房我大概涂了快2个小时才涂完第1道，比我想象的时间还要久。现在我就要来涂这个地板的漆。会电话哦，对。地板的部分我要涂的是迷雾灰，使用的是瓷砖地板漆。先把这个槽都涂满。那最后再涂整个表面。这样速度会快非常多。那有些像这种有黑色的洞嘛，那我就会让漆把它刺深一点，我把那个洞给填满。现在是上了1道漆的样子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那有一些地方还不够均匀啊，所以会再上第2道。墙面跟地板我已经都上完2道漆了。哦，那现在那上完第2道之后，我觉得它颜色已经完全都盖过去了。哦，那我就不再上第3道了。那实际状况要看你涂起来的效果怎样，才决定你需不需要涂到第3道去。好，那现在我要来涂面漆。那面漆是2异型的，所以我必须把这个硬化剂加到这个面漆里面去。
然后要搅拌3-4分钟，要确实让它混合均匀，我们才可以涂。那我用衣架简单折了一个搅拌器，装在这个电钻上面。那我用衣架简单折了一个搅拌器，把它装在电钻上面，这样比较容易一点。那厂商附的这个硬化剂刚好就配合这个1升的量，如果一次要用完的话，你就是整罐倒下去。那你如果用不了这么多，那厂商也有附上这个量杯给你去调比例用的。那我现在就全部给它倒下去。那一定要完全的混合均匀。那说明书上是建议搅拌到4分钟以上。如果没有均匀的话，我们的漆面就不会硬化。那它这个漆的稠度没有到很硬的，所以用手搅的话，其实也不会很累。这个漆建议在2个小时之内把它用完，不然这个漆就硬掉，就没办法再使用了。这是使用面漆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。厨房瓷砖的部分都已经上完漆了。那现在我要来做的是后面的铝窗铝门要重新上色。那铝窗铝门的话，需要先用砂纸把它全部都磨过，才可以上色漆。那铝窗的部分就不需要上底漆了，直接上色漆就可以了。我等会会把它全部打磨过一遍。铝窗的部分我要上的是鼠尾草绿，我想让这个空间的后方是一个比较亮一点的颜色，让它与这个白色有个对比。砂模的部分我就会使用砂纸机来辅助，那我这样速度会比较快一点。那我现在用的这个是海口皮的圆盘砂纸机，它后边有一个小的集成袋，所以粉尘量并不会缩到很大。那比较细节的地方它磨不到，就得用手砂才有办法。铝门的部分，我觉得至少要涂个3次才有办法全部盖掉。那我现在刚涂完1次，都还看得到原本金属的颜色。厨房油漆的改造工程已经完成了。那我这次涂的都是像比较浅的这种马卡龙色系。那我的木座会以黄色跟橘色，还要搭配一些褐色的木头，所以颜色会比较深一点。那在油漆的涂装部分，我就希望它浅一点，这样颜色到时候就不会太杂。那接下来我就要做天花板的部分。那天花板我会使用实木去做封板，那大概会安装个4到6个坎灯。那就请大家继续关注我如何 DIY 改造家，让你的生活空间更美好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。